这位小姐，听不懂人话吗？本次航班超售，这是补偿你的500块航司代金券，请你立刻卷铺盖下机。正价机票先来后到，这是民航规矩，凭什么让我腾位置？凭什么？就凭这位是护氏江氏集团的接班人？人家1秒钟身价几十万，去护氏是请不败女王打救命官司的，耽误了江少的大事，你一辈子都赔不起。保安，把这个不识抬举的女人拖下去，别弄脏了江少爷的眼睛。江家为了那桩100亿诈骗案，在律所门口求了我3个月。既然江少爷这么想提前体验坐牢的感味，我成全你。退票，抱歉啊，您这属于个人原因未登机，只能退机件燃油费，一共120块。你们航班超购，把正价买票的乘客强行赶下来，到你嘴里成了乘客个人原因，这就是你们的专业素养。素养，沈小姐，想要高价补偿就直说，别拿法律在这装。像你这种穷疯了想敲诈航司的底层人，我见多了。500块代金券嫌少，那我就把你这副吃相发到网上。柳曼，你最好保证你能一辈子穿着这身制服。威胁我？沈念清，你看看自己这身地摊货，连头等舱的门槛都摸不着，也敢妄谈以后？江家动动小指头就能让你在法律界消失？大家都看看，这女人为了讹钱，不仅扰乱登机，现在还敢公然威胁机组人员，这就是典型的社会毒瘤。穿的人模狗样的，怎么这么没素质啊？就是，赶紧滚出去吧，别在这丢人现眼啊！退票可以，但必须在退票单上白纸黑字写清楚，是你们航空公司超购强行拒载导致的退票，这笔债得让江家知道该找谁还。你做梦！我们给你的解决方案是你自己不要的，现在还想往我们航司头上泼脏水。保安呐，死人啊！还不赶紧把这个疯女人拖出去！放开！今天你最好记住我的脸，记住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很快你会跪着来求我。既然你赖着不走，那我就帮你清理一下垃圾。那里面有江家脱罪的唯一原始证据，为了赶上官司连配份的时间都没有，没有这些证据，江一憨在法庭上根本无法自证清白，江家彻底完了。沈念清，你疯了吗？江老先生亲自给打的800万预付款，你拿去买棺材了。后天开庭你不到场，我让你全家陪葬。钱我退了，官司另请高明。去问问你们江大少爷的乘务长，他为了讨好江少，刚踩碎了你们江家的生路。沈念清，江家说你在机场寻衅滋事，冲撞江少，你是不是脑子烧糊涂了？赶紧滚去护士给江少下跪道歉！下跪？王主任，他们江家受不起我这一跪。你不出现，我就把你从律所除名。不用你除名，我退出。你疯了！你以为退出就能躲得过去？江家的势力你清楚，你敢威胁我？王主任，我最近太累了，打算去外地休个长假。我的律师执业证，江家有本事吊销就去吊销。至于他们想封杀我，那就随他们便好了，我不干了。站住！沈念清！还有68小时，证据销毁，律师辞职。江一舟，还有你们那个高高在上的江家，好好享受这最后的余晖吧。赵明，你好大的胆子！你以为我江家是好惹的吗？再说一遍，沈念清为什么没上飞机？江老，是他自己临时反悔，坐地起价，嫌800万少了，我好说歹说，他直接退了钱，说不赐。放屁！他要是嫌钱少，会在我们求了3个月之后才答应。
律师嘛，都是见钱眼开。够了，我不听废话，68小时之内给我找到一个能上庭的律师。案子太复杂，时间太短，接不了，我们接不了，你还是找别人吧。赵先生，不是钱的问题，是命的问题。完了，全完了。赵先生，贵方的案子我愿意接。沈念清，让你跟我横，看看谁才是笑话。各位，这条热门视频我发现几个严重问题。第一，0分47秒处有明显跳切，中间至少减掉了30秒。第二，拍摄者就是乘务长本人。第三，航班超秀的补偿标准，按民航规定，最低应是票价2倍加改签，绝不是几百块代金券。我有理由怀疑，真正违规的不是这位乘客，而是航司和乘务长本人。你说什么？被赶下飞机的那个女人就是沈念清。江少，我也是刚查到的。那个乘务长为了给您腾位置，我让你去请人，你把人给我扔下了飞机，后天就开庭了。不是我，是乘务长自作主张，他看您是江家人就想巴结。那你打电话骂他怎么回事？他退钱怎么回事？对了，江少，要不派人去找？找？他连律所都退了，你告诉我去哪儿找？喂，沈律师，我是江家老爷子。这件事是我们对不起你。那个管家已经被停职了，求你看在我这把老骨头面子上。江老先生，去问您的好管家，他说我算什么东西？那是他胡说八道。明天就开庭了，只要你肯来，条件随你开。我把赵明当天打给我的电话录音发到了您邮箱，听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求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让我们江家等你？去！你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江老爷子，我……赵明，过来！江老饶命，我当时太急了。你把我江家唯一的救命稻草骂跑了。江少，材料我看了3遍，坦白说，对方证据链非常完整。我们这边怎样？沈律师之前收集的那份独家证据被毁了，没有那个东西，辩护策略缺了最核心一环。柳曼，关于超卖事件，我们收到大量投诉，网上舆论你也看到了。主管，那个女人在机舱闹事，我是按规定哪条写了可以用代金券强制旅客下机，哪条写了乘务长可以拍视频发社交平台。我只能从程序上找漏洞，但胜算不到1成。不到1成。江少，我会尽全力，但您要做好最坏打算。停飞通知，调查期间，所有飞行资格暂停。江少，我研究了一整夜，对方证据链没有任何程序瑕疵。如果明天对面真是陆恒之亲自出马，我可能连3个回合都撑不过。我知道了。江少，要不考虑认罪协商？主动认罪的话，不可能。
我没做过的事，凭什么认罪？那明天我尽力。话外营视频确实有剪辑痕迹，乘务长自己拍的，这是故意羞辱人。有人扒出他叫柳曼，就是那趟航班的。不会的，不会插到我头上。现在开庭。没有沈念清，我今天就是来受死的。审判长，我的当事人张建国先生3年前被江氏集团以战略合作为名，诱导投入全部身家参与跨境并购项目，虚构交易标的，伪造财务报表，层层建逃空壳公司，将张先生投入的12亿3千万悉数转移。反对，原告所述虚构标的，缺乏直接证据。请法庭查看证据 C-17至 C-23， 江氏。我们等了14年，终于等到今天了。还有机会吗？他的证据链是闭合的，我找不到突破口。江少，做好最坏打算吧。江一舟诈骗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2年。想吞掉我江家，挺着面子也不怕崩了牙。赵明，沈念清那个女人，是她害了一周。对，要不是她临阵脱逃，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她知道得罪江家的代价。江老放心，我有办法。妈，怎么了？念青，有人往咱家门上泼油漆，上面写着让你小心点儿。妈，别怕，收拾几件衣服，我明天来接你。妈，你先坐这儿歇会儿。来，喝点热水。念青，到底是谁？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妈，没事，就是之前一个案子的当事人在耍无赖，我会处理好的。你安心住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江家，你们动我可以，动我妈。不对，当初江家给我的那份原始合同，和法庭上陆恒之沉地的证据完全对不上。如果陆恒之的证据是真的，那江家给我的那份是假的。江家他们给我的无罪证据是伪造的。如果我当初真的拿着那份假证据上了庭，毁掉的不是江家，是我自己。江家，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脏。
江家给我的那份所谓原始合同，签署日期是3年前的6月15日，但陆恒之在法庭上提交的证据显示，合同上标注的标的公司在3月份就已经注销了。江家给我的证据不是真的原始合同，是他们伪造的。他们需要一个从未败赛的律师，拿着这份假证据在法庭上信誓旦旦地为他们辩护。一旦我用了，法庭会认定我知情参与伪造证据。好一个江家，请我打官司是假，让我当替罪羊才是真。同样的套路，同样的手法，虚构项目，诱导投资，转移资金。张建国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是最后一个。柳曼踩碎那个 U 盘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救了我一命。而江家，他们做的恶，比我想象的还要多10倍。江氏集团一审败诉，原告获赔12.3亿。张建国正诉后发声，正义虽迟但到。江氏集团股价连续3日跌停。官司是赢了，但江家到现在1分钱赔偿都没执行。我的房子3年前就卖了还债，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现在我住在这个月租800的房子里，每天靠泡面过日子。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能怎么办？江家的人放话了，说就算判了也拿不到钱。我的供应商、合作伙伴一夜之间全断了联系。有人跟我说，是江家打了招呼，不让任何人跟我做生意。赢了官司，却被判决书之外的力量活活逼死。江家输了1审不服气，就用这种手段把赢了的人往绝路上逼。陆恒之律师吗？我是沈念青，我想跟你见一面。沈律师，说实话，你打这个电话我并不意外。哦？庭审那天旁听席最后一排有个戴墨镜的女人，我认出你了。眼力不错。但我好奇的是，你当初是江家花重金请来的辩护律师，现在找我是想做什么？我要加入原告方，和你一起彻底扳倒江家。理由3个。第一，江家给我的所谓无罪证据是伪造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让我当替罪羊。第二，他们威胁了我的家人。第三，我看了张建国的采访，赢了官司却被逼得活不下去，这不是法律应该有的结局。沈律师，我等这句话很久了。什么意思？张建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我手里还有10几个家庭的案子，都因为江家的势力不敢发声。我一个人能打赢官司，但打不赢判决之后的战争。我需要一个和我一样不怕江家的人。那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是第3个受害者家庭，李明远。江氏集团用同样的手法骗走了他3000万的养老钱，他现在靠低包生活。老伴去年因为抑郁症住了院。起诉过吗？没有。江家的人找过他，说如果敢告，就让他老伴出点意外。他吓得连报案都不敢。17个家庭同样的套路，江家不只是诈骗，还系统性的恐吓受害者，让他们不敢维权。所以张建国当初站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免费接的案子。他是第一个敢跟江家硬碰硬的人。你代理这些案子都没怎么收费。收不收费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需要有人站在他们那边。你跟我见过的律师都不一样。哪里不一样？王正邦，你还真是哪里有钱往哪里钻。王正邦出手了，他以你曾收取江家800万律师费为由，向法庭提交了异议书，要求取消你代理原告的资格，理由是利益冲突。意料之中。如果法庭采纳抽成，不会。钱是当天就退的，前后不超过2小时。我和江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委托关系的延续。王正邦想用这招卡我，他还嫩了点儿。你当时退钱的时候就想到今天了？没有，当时纯粹是气不过。但做律师的习惯，凡事留痕。王正邦第一招落空了，
但他不会善罢甘休。我刚收到消息，他开始接触我们的受害者家庭，用高额和解准诱惑他们撤诉。多高？李明远那边开了500万，张建国那边开了2000万，条件是签保密协议，永远不得再追溯江氏集团。我们得马上去见他们，不能让王正邦把人拉走。陆律师、沈律师，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但2000万，我3年没见过这么多钱了。我老婆带着孩子住在娘家，连学费都快交不起了。老张，我理解你，但你看看这份协议的第7条，若乙方违反保密条款，甲方有权追诉全部款项及3倍违约金。老张，这不是和解，这是卖身契。这么狠？张先生，一审判决的赔偿金是12亿3000万，2000万连零头都不到。江家现在给你这点钱，就是想堵住你的嘴，然后继续逍遥法外。可是执行不下来呀，判了又怎样？他们不给钱，我能怎么办？所以我们来了。这一次不是你一个人在扛。和解协议3，你想过败诉的后果吗？走了2个，证据链出现缺口了。周女士和陈先生的证词是证明江家系统性诈骗的关键环节，没有他们，我们只能证明张建国一个人的案子，无法形成惯犯的证据链。有没有其他方式补上这个缺口？我想了一整晚，暂时没有，除非能找到江家内部的直接证据，但那几乎不可能。你来做什么？沈律师，我知道我没资格来找你，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你走投无路，关我什么事？我有一样东西，那天在机场我拍的原始视频，没剪辑过的完整版。视频里你行李箱摔开的时候，那些文件散落在地上，我的镜头拍到了上面的内容，很清楚，每一页都拍到了。江家伪造合同使用的特殊编号格式和他们提交给法庭的正式文件上的编号完全一致，这就是证明江家伪造证据的铁证。求你放过我！我从头到尾没有对付过你，毁掉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缺口补上了。这个编号格式，这位20210037。和江家在张建国案中提交给法庭的那份合作框架协议上的编号体系完全一致，同一套模板，同一个伪造源头。你的意思是，江家给我的假证据和他们用来骗张建国签字的假合同，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这不是巧合，这是系统性伪造。只要我们能证明这一点，就能推翻江家在所有案件中提交的核心文件的可信度。一个视频串起了整条链，柳曼大概做梦都想不到，他当初拍来羞辱你的东西，最后会变成压垮江家的证据。我来整理证据清单，你负责撰写补充起诉书。我们向法庭申请最佳诉讼请求，不只是执行一审判决，还要追究江氏集团的系统性欺诈行为。分工明确，3天内完成。起诉书今天进出，江家最快3天后收到法院通知。他们收到通知后一定会封，你做好准备了吗？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怎么封。王律师，沈年轻那个女人反过来告我们了，追加起诉，说我们系统性伪造证据。什么？她哪来的证据？那份 U 盘不是已经……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江老别慌，我看看他的起诉书再说。不管他有什么，
我们先从他身边的人下手。他不是把母亲接过去了吗？上次骚扰他母亲没用，他反而更来劲了。那就加大力度，不是骚扰，是让他知道，跟江家作对的人身边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念青，楼下有人一直盯着咱家的门，我不敢出去。妈，把门锁好，哪儿也别去，我马上处理。江家的人，大概率是。上次泼油漆我就装了监控，这次他们又来了。你母亲不能继续住在那里。我在郊区有一套空虚的房子，位置偏僻，没人知道地址，先让阿姨搬过去。谢谢。你不是一个人在扛这些。监控录像我全部保存了，从泼油漆到跟踪蹲守，全部记录在案。我要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我帮你写申请书，今天就递交。念青，江家越是疯狂，越说明我们打到了他们的痛处。再撑一撑，胜利不远了。陆恒之，你这个人还挺会安慰人的。明天见。他手里有一段视频，是那个乘务长当天拍的原始素材，文件内容全被镜头拍到了。那个蠢货柳曼，骚扰他母亲的事儿也被他全程录了下来，现在人身保护令都批了，江老硬来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你说怎么办？釜底抽薪，他手里的受害者不是还剩几个吗？只要把人全部拉走，他的集体诉讼就成了空架子。我加价，周女士和陈先生已经签了，剩下的张建国和李明远我出双倍。张建国那个老东西，上次2000万都不签，2000万不签，那就换个方式，不给钱，给压力。他不是还想东山再起吗？我让江家的商业伙伴把他最后一条生路也堵死，饿他3个月，看他签不签。去办，但记住，别再留把柄。沈律师，陆律师，我上周试着联系了3个老客户，想接点小单单，先活下去。结果人家一听我名字，电话直接挂了。有一个跟我说了实话，江家放了话，谁跟我做生意就断谁的供应链。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封锁。我不怕打官司，但我怕饿死在判决书到来之前。我闺女下个月的学费还没着落。张先生，这是我和陆律师联合发起的受害者互助基金申请书。我们已经联系了3家公益机构，在案件审结前，会为所有坚持维权的受害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你们还管这个？老张，我说过，这次不是你一个人扛，官司我们打，生活我们也帮你兜底。我撑住。你信？我撑住。我信你们。张建国和李明远都稳住了，加上视频证据，我们的证据链基本闭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王正邦，他是江家现在的法律屏障，只要他还在，江家就有人帮他们钻空子、拖时间、施压证人。要扳倒江家，得先拆掉这面盾。我在王正邦的律所干了5年，他那些灰色操作我比谁都清楚。离开之前，我留了一手。什么意思啊？王正邦长期帮问题企业做合规包装，说白了就是帮人伪造尽职调查报告，让有问题的项目看起来合法合规。我在所里的时候，把经手过的异常文件编号全部记录了下来。你有实质性证据？编号、日期、对应项目名称，全在我的私人备份里。只要向行业协会举报，协会可以据此调取原始档案核实。沈念青，你这个人做事真的滴水不漏。沈律师真是厉害啊！在狼窝里待了5年，不留点后手，早被吃干抹净了。这是我的实名举报。举报材料今天递了，协会的调查流程通常需要2到4周，但王正邦那边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风声。他一旦知道是你举报的，肯定会狗急跳墙。让他跳，他现在能用的招数无非就是抹黑我、公报私仇，但举报内容全是事实，协会一查便知。
江老，沈念清向协会举报我了，他手里有我律所的违规记录。你自己的烂摊子，别往我这里扯。江老，我是为了帮你们才……王律师，我们江家请你做法律管务，不是请你来添麻烦的，你的事自己处理。怎么会这样？不，沈念清，你要把我往死路上逼是吗？帮我发一篇稿子，标题就叫《不败女王的真面目》，一个蓄意报复的疯女人，把她之前收江家钱的事儿，从律所离职的事儿全写进去，越难听越好。发出去，万一被告……我出钱，你发，出了事我兜着。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要不要回应？不急，让他先蹦跶。老周，我是沈念清，我有一份完整的事件时间线和全部证据材料，你有兴趣做一期深度复盘吗？沈律师，我等这个电话等了2个月了，材料发我连夜做。时间事件全复派，从航班超送到百亿诈骗案背后的真相。柳曼，系统性施压。婉转，舆论只是辅助，真正的战场在法庭上。开庭日期定了吗？下周3。好，准备收网。王正邦怎么还没到？我还以为你会为我辩护呢。原告方请陈述补充诉讼请求。审判长，我方申请追加诉讼请求。根据新发现的证据，江氏集团在本案及关联案件中存在系统性伪造证据的行为。证据1，江氏集团提供给我方当事人的合作协议与其提交法庭的框架协议使用了完全相同的伪造编号体系。证据2，该编号出现在江氏集团涉及的其他17起纠纷案件的核心文件中。等证据。被告方有无异议？我方需要时间核实原告方提交的新证据，申请休庭。驳回，证据已提前送达被告方。答辩期限已届满，继续审理。江一舟，你曾经连正眼都不屑看我一眼，而现在，你连看我的勇气都没有了。继续审判。沈律师，江老爷子说要和你同归于尽，他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牌。我没有退路了。我来处理。同归于尽，他还能出什么牌？江老爷子这个人，输了面子比输了钱更让他疯。他知道官司赢不了了，但他不会让我们赢得痛快。你觉得他会怎么做？转移资产。他会在判决下来之前，把能转的钱全部转走。如果真是这样，张建国他们……所以我们不能等判决。必须现在就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江家所有关联账户。可我们目前没有江家转移资产的直接证据。我有江家海外账户的转账记录，见面谈。赵明，你倒是识时务。他可信吗？一条被江家抛弃的狗，除了咬旧主人，还能咬谁？说吧。沈律师，我知道我当初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没时间听你忏悔。东西呢？都在这里是。都在这里。江老爷子从上个月开始
通过3家海外关联公司分批转移资产，总金额超过8个亿，每一笔的时间、金额、收款账户我全部记录了。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因为江家把我扔了，停职之后1分钱遣散费都没给，20年的卖命钱说没就没了。我只是想给自己留条活路。赵明，你当初说我算什么东西？现在跪在我面前求活路的人是谁？东西我收了，但我不欠你任何人情，你的路自己走。8个多亿，分了17笔转出去的。最早一笔是一审判决后第3天，一审刚判完就开始转移资产，江老爷子这是早就做好了书的长辈，只是不想让受害者拿到1分钱。有了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立刻向法庭申请财产保全。今天就递交申请，同时把这些转账记录作为江家恶意逃避执行的证据一并提交。怎么可能？那些账户怎么会被查到？赵明，那条养不熟的狗！我江家几十年的基业，审判长，我方补充提交证据 D-1至 D-17， 这是江氏集团在一审判决后，通过海外关联公司系统性转移资产共计8亿3千万的完整记录，目的是逃避赔偿执行。我方对该证据的来源合法性提出质疑。该证据来源于江氏集团前管家赵明的实名股账，并经流水交叉验证，每一笔转账均有银行盖章确认证，来源完全合法。被告方还有无其他答辩意见？没有了。本案择日宣判，休庭。沈律师、陆律师，谢谢你们，3年了。我终于看到头了。张先生，还没到最后，等判决书下来才算真正结束。沈律师，不管结果怎样，你们愿意站出来帮我们这些老百姓说话，我这辈子都记着。李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累吗？不累，倒是你，从接张建国的案子到现在快2年了吧？大部分都没收费，钱够花就行，有些事儿比钱重要。陆恒之，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让我看到，即使面对庞然大物，我们也可以用正确的方式维护普通人的权益。被告江一舟犯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亿元。被告江氏集团巨额赔偿。不可能！我江家几十年。结束了，终于结束了。因为真相站在原告这边。有人说您是因为私人恩怨才针对江家，您怎么回应？法庭上呈提的每一份证据都经过质证和认证，判决书写得清清楚楚。
事实胜于雄辩，我没有什么需要回应的。陆律师，这个案子您前后代理了近2年，大部分没有收取律师费，为什么？因为法律的意义不是让强者更强，而是让每一个被欺压的人都有站起来的机会。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沈律师，是我的搭档说的，我深以为然。走吧，请你吃饭，庆功宴。哼，谁说赢了？还有执行阶段呢。哼，那就先预支一顿。沈律师、陆律师，第一笔赔偿款到账了，我终于能把闺女的学费交上了。恭喜你，张先生。我用一部分钱在老家开了个小店，不大，但够一家人生活了。我老婆说，等店开起来了，请你们去吃饭。一定去。这面旗代表我们所有受害者家庭的心意。王正柏，职业资格永久注销，终生进入法律行业，仿佛之前的一切已是过去式。很多人问我，不败女王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今天我不讲那些赢了的案子，我讲一个我被扔在机场地上的故事。那天，我被人从飞机上拖下来，行李箱摔烂在地上，几十个人围着我拍视频，嘲笑我。疯子！骗子！有人说我是疯子，有人说我是骗子，没有一个人问一句，这个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后来有人问我，你恨不恨那些嘲笑你的人？我说不恨，因为他们只是不知道真相。真正可恨的是那些制造谎言、利用权力欺压弱者的人。法律的意义不是让强者更强，而是让每一个被扔在地上的善良的人都有站起来的底气。站了多久了？从头听到尾。偷听我演讲？不是偷听，是来接你回去加班的。新案子的材料到了。走吧。沈律师，有些事，当年你父亲的死并不是意外。沈律师，有个电话说是被公司冤枉开除的，想咨询能不能帮他维权。转进来。沈律师，我被公司冤枉了，所有人都不信我。我找了好几个律所，他们说对方太大了，没人